Good luck, Commander.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手残坟墓玩游戏，我是坟墓。这一集要来继续进行我们的 XCOM Enemy Within 经典难度铁人模式第6集。我们已经进入到游戏当中的第2个月份，也就是2015年的4月1日，是外星人入侵地球的第2个月。那在开始第2个月的活动之前，我们有一些事情要先处理一下。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到战情室的味觉请求这边，可以看到在之前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请求，是要4个闪光手雷，那会给我们190元的奖励。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工程部看一下，如果我们做4个闪光手雷的话，有没有利润？好，那我们到工程部这边，一个闪光手雷是22元，所以我们做4个手雷，那成本是88，然后我们拿给加拿大的话，那我们会赚到一些钱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闪光手雷给加拿大，那我们的总资金会变成400元。那接下来这个月我们打算要发射3个卫星，所以我们到这个工程部，然后卫星这边，我们我们可以做3个卫星，但因为之后也许会拿到工程师，那卫星需要20天，所以我们只要在10号之前来建造这个卫星就可以了，所以这个先不急。然后再来是设施的部分，那设施的部分稍微尴尬一点点，因为我发现之前规划的不是很好，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这边建卫星基地台的话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建造通行电梯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发电机不够。那一个就是我们把这个拆掉，然后这边建发电机，但这样子的话又有点浪费，因为如果发电机可以连在一起的话，那它的那个它的发电效率会好一点，我们会有多的电源。好，那所以我算了一下，应该是来得及，因为建到通行电梯需要5天，然后挖洞需要5天，那建发电机我印象也是5天吧。对，建发电机也需要5天，然后建那个卫星基地台需要14天，所以总共加起来是29天。那我们稍微小心一点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赶得及的。所以我们先建这个通行电梯。那接着我们到任务指挥部扫描下一个活动。那通行电梯建完了之后，我们要指定新的建设。那新的建设我们就挖洞吧。那接着继续扫描。那这边要小心一点，我们9号的时候就要建我们的卫星了。好，那9号，好，有一个这一个幽浮接触。那这个幽浮接触，我不确定我们拦截机起飞之后跟它交战，应该会在9号之前吗？我们小心一点好了，我们先来建，因为这个看起来我们也不可能在10号之前拿到新的工程师了，所以我们先来建我们的卫星，建3个。好，那接着到幽浮这边，那幽浮这边我们就出动战机吧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幽浮打下来。我们有击落幽浮，差一点点。我刚刚本来想要终止我们的任务的，然后我们有击落幽浮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派遣我们的天际游侠下去，但在这个之前，我想要先确定一下我们的挖洞还剩4天嘛，所以不急。好，那我们就派遣我们的天际游侠。在这之前，我们还有勋章吗？有，那我们有一个城市战斗勋章。那
城市战斗勋章我们颁发给我们的另一个突击兵，好，然后再接着是我们的防御勋章也还有一个，那一样颁发给我们的志愿兵好了，好，那这个就给志愿兵。好，那都颁发完勋章之后，我们可以到幽浮坠落地点派遣天际游侠。那这一次我打算就都派有经验的士兵了，因为从第2个月开始。可能要小心一点的，而且我想要尽快让我们的士兵升级。我们现在除了一个狙击兵之外，大家都还只是一兵的状态。那我希望能够尽量让他们升级哦。那我们找一个狙击兵，然后重装兵，那支援兵，看一下支援兵，你的经验值是400，那你很有可能这个任务完成之后就会升等，很好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支援兵的话，你的经验值还不是很高，那我们就再带一个比较经验值高一点的突击兵，我们多练一个哦。那这个是270，然后再来是你的话是200。那我们带270的这个狙击兵，然后再带一个突击兵。好，那我们先把我们的物品整理一下。那重装兵带的是瞄准镜，因为它目前瞄准不是很高。然后突击兵的话，你的装备我看一下。这次我们让他带散弹枪好了，因为从第2个月开始会有一个叫做漂浮者的外星人。那漂浮者的话，他会晋升到我们身边，隐形然后晋升到我们身边。那这个时候有散弹枪的话，会比较方便一点，基本上可以秒杀。好，那我们就带这一些士兵到我们的战场吧，来。那我们就执行任务。好，开始突击。这次的行动代号是翱翔救世主。任务目标是找到坠毁的幽浮，再来是肃清区域，找到并消灭生还的舰员，跟之前都一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执行任务吧。好。我们看一下附近的地形哈。那这个地形的话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也许可以让狙击兵上来这个位置，感觉好像还不错。那应该视野会很开阔哦。那我们就先慢慢推进，看一下状况。那一样，我们先移动我们的。这个支援兵到这里看一下状况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的这个突击兵，然后我们的重装兵应该也可以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安全的。然后再来是我们有2个狙击兵嘛。那我们把比较厉害的这个狙击兵先移到这个地方，我想要让他在至高的地方。那他有那个团队视野，所以等一下如果看到外星人的话，只要中间他的那个射击的视线没有被阻挡，那他就可以射到外星人。那接着最后一个士兵，你可以过来这里。你到。你的话，你到这边好了。我们第一回合应该就直接到这里。
那我们就先监视一轮，监视，监视，监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我们的突击狙击兵上得来吗？要怎么上来啊？我本来以为他可以上到这个地方，他上不去吗？他上不来这个位置哦。好，那我弄错了，这个位置上是上不来的。那我们一样就慢慢推吧。我们先让我们的支援兵先到这个位置看一下状况。可以啊，这里应该是上得来的。好，那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状况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让我们的我们的狙击手先上来这个地方。我想一下哦，这里是安全的吗？应该是安全的。好，那先到这个地方好了。那接着的话，你也是狙击手，但你可能暂时没什么用，所以你先躲在这。好，然后你到这里的话会触发外星人吗？我们先看一下好了。你先到这个地方，接着你的话，你到这个地方，好，那一样这回合先监视，然后你的话手枪监视，你的话，你也到这里。好，那我们就好，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外星人在前面。那首先我们先让狙击手就位吧。狙击手可以我看一下哪个地方比较好。狙击手应该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不错的选择，视线应该蛮开阔的。那我们狙击手先就定位，然后这一回合先不急着往前推，因为往前走的话，很有可能就会触发到外星人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急，我们一样先监视一回合。你也监视，然后你也监视，然后你也监视，然后你也监视。好，那我们先派我们的支援兵到前面这个全掩体看一下状况，没有人。那我们的突击兵稍微往前移一点点。那我们有看到坠落的幽浮了吗？还是没有？那我们的火箭兵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狙击手也不能先动嘛，他等一下会没办法开火。那我们也再把火箭兵再稍微往前移一点。好，那一样监视，监视，监视，监视。你可以切换成狙击枪监视。外星人在哪个方向？左边有一群。我们再继续往前推进，慢慢来。首先，我们的这个支援兵可以到这个地方看一下有没有敌人，没有。那飞船到底坠毁在哪里啊？没有看到嘞。然后，我们的这个
士兵你也到这个地方，你往前推，然后我们的重装兵往前推，没有。狙击手到这里吗？我们刚看到有一群可能在这附近，但我现在人是往这个方向，那我还是稍微再往前一点好了。没有啊，那一样监视，然后切换成狙击枪。监视，你也监视。外星人到底在哪？哪个方向？都没有，很神奇。那我们先上高地看一下，还是没有。他们也躲得太后面了吧？这个看起来也不像是飞船呐。你的话，我们的支援兵、火箭兵，那我们的突击兵，你到这一个方向来看一下。那接着我们的狙击手换个位置好了，我们换到这个地方。我们的火箭兵这附近好像没有掩体啊。那我们的火箭兵再稍微往前一步，也没有我们就慢慢来吧，因为我们现在第2个月开始有一些敌人比较麻烦，我有点担心。敌人到底在哪？在左上角。没有容器在这里，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点看看。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移动到这个地方看一下。真的没有敌人到底在哪？那你到这里。然后你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 mail 的容器也没看到。我们的狙击手在有点后面，我们可以把它继续往前拉。好，那一样都先监视。你的话，你还是不要，你要下来吗？我想一下，你要往前拉吗？你往前拉的话，你就没有高地优势了耶。那你还是在这里好了，你还是继续在这里。你的话。监视看到了哈，外星人出来了，那边有2个外星人，都没射到。我们要先想办法解决这2个外星人。来，有中吗？有中吗？来，没中，全都没中。好，那。这个状况，我们这个狙击手有机会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处理。这个狙击手75%有机会，然后你在全掩体里，但你是散弹枪，有点不太好。我们后面的话，你是后备嘛，所以你最后，因为你已经很高军阶了哦。那我们的话。你本来就看不到，那你可以再往前推一点吗？你再往前推的话是没有掩体的哦。好，那接着你呢？
你可以往前推到这一个地方，但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看到外星人，我不是很确定哦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先稍后一下。那另一个是我可以赏他2发的这个1发火箭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先这个样子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先试着用我们的狙击手，看能不能干掉这一只。来，哎呦，75%还能溺死，也实在是啊。那接下来你的话，你现在在全掩体里了，哦，那46%、34%、46%，赌赌看吧，该不会中吧？哎呦，46%还中，好。那接下来一个不是太安全的做法是，我可以移到移到这个地方的话，那理论上它应该是不会看到其他外星人的。好，很好。那79%，来，79%不用讲没中哦。好，很好。那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中式你就继续，我们先填单一轮好。大家都有在掩体里，所以先填单一轮。那这一回合这一个任务我们就不管没有的容器，我们先存活下来比较重要。反正没有的容器应该后期才比较需要。那你可以先稍微到这个地方，我看一下，大家的部署好像还 OK， 所以你可以先到这个地方看一下状况。好，没有外星人。那我们再把人再稍微往这个方向拉一下，看起来应该目前这边是安全的。那我们的这个重装兵可以回到，你回到这个位置，等下我看一下，你到这个位置好了。哦，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突击兵，你到这里好了。哎，好，那一样，你快没子弹了，所以你先装填。那其他人都先监视，然后你也监视。你装填好了。哦，好。外星人在左上角，在这个方向。那我看一下，我们要去拿没有的容器吗？没有的容器在哪里？我先看一下，如果我到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东西？好像没有看到我们的容器啊，在很后面吗？接下来你还是在这里，你就继续归在这个地方。那我们把我们的重装兵往这个方向拉。然后我们的这个突击兵可以拉到这个方向。好，我们的狙击手也稍微拉前面一点，狙击手拉到这个地方。好，那继续监视战略。监视，那我们继续往前，没有容器，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拿不到。哎呦，好。到这个地方嘞，这里有点小危险，因为里面会有光行者啊。那我想一下，可能我们要放弃那个没有的容器了。我们先想办法解决左上角这一组那个外星人啊。那我们的这个突击兵可以到这个地方。
那接着我们的这个狙击手，看一下我们的狙击手可以稍微火箭兵可以往前拉一点点，然后没有容器，另一个应该在很后面的，应该在很后面的，我们应该来不及了，所以就算了啊。我们先保命为警，我们现在目前的团队战力不是很够。那狙击手拉到这个地方，那一样监视，哎呀，他应该要 reload 才对，他快要没有那个子弹了。你监视。哦，好，漂浮者出现了。我印象中他会隐形，然后近身。来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没有，都没中。哦，2组哦，还有灰衣人，有点小麻烦。好，但至少没有人是那个在，至少这2个没有隐形啦。我想一下我要怎么处理哦。那你的话，你没有，你可以炸得到后面的灰衣人吗？我觉得好像灰衣人的威胁是比较大的。你可以炸到2个灰衣人吗？好像可以，对不对？还是只能炸到1个？那看一下灰衣人。我们的话，突击兵是可以冲刺到这个地方，但这个灰衣人有可能会过来。那我们的这个狙击手看得到的是这个漂浮者哦，然后再来是你的话。你没有子弹了，刚刚应该要先装填一发的，可恶。那你的话，你看不到人啊。我想一下哦，我先转个角度，然后看我们的那个火箭筒是不是有办法炸到后面这2个灰衣人。有办法吗？2个都炸得到吗？好像没办法，可以炸到其中1个。那我们先解决1个灰衣人好了，灰衣人是更危险的东西哦。那我们先解决，试试看有没有办法解决到2个。好像没有办法，好像只能解决掉1个。那我们先解决掉1个灰衣人。那接着，接着的话，我们试着解决掉这一个漂浮者，很好。那我们还有2个。我们这个突击兵是可以躲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试试看能不能干掉这个漂浮者啦。那另外的话，你在全掩体里55%，想一下哦，漂浮者55%，那。我们可以发动冲刺战术，然后到这个地方，至少你会在全掩体里
66%，跟他拼一发，哎，没中。好，那你的话55%，55%，我想一下哦，哎，55%，要拼吗？另一个是我们可以用这个，但它其实这么近了，那我们好像只能拼拼看了。来，55%拼拼看。好，完蛋了，我们应该会有人要死翘翘了。来，那再来就是你的话，你到这里可以丢得到手榴弹吗？你先往前拉一点点好了。你可以看得到但你只能丢手榴弹或用这个手枪开火来试试看，55%没中。好，你会射击吗？还是你会后撤？后撤？没有。哎呀，我们的重装兵挂掉了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黑衣人。啊，都恐慌，可恶！好，那还有一个黑衣人。还有一个黑衣人会做什么事情？监视？会射击吗？吓死我了！好，那我们要先想办法。你还在恐慌？只剩你了，30%，你好像丢不到，你看不到人哦，可恶。后撤吗？但你们都在恐慌的状态耶。我们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嘞？我们丢不到东西，你的话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，你就蹲下来吧。那你的话，没想到你在这里竟然看不到视线，那你就往前拉吧。那你稍微往前拉一点。来，往前。我们，可恶！我们竟然损失了2名士兵了。好，这个命中，那我们可以帮他爆头一击。好，然后再来是现在的状况是还有一个灰衣人嘛？那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堵他的脸。好，我们损失了2个士兵，有点可惜啊。好，这样总该有了吧？好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我印象中应该只剩光行者了啦。那我们可以再往前了啊！我们竟然损失了2个士兵，真是可恶。那接下来你先 reload 好了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我们还可以救回一个。好，我们先来救这个士兵，可以稳定伤势或抢救。那先救吧。他竟然没死，太好了。我们先救他，至少不会死掉哦。那这一回合我们先重整态势。首先这个狙击兵我刚刚把它放太后面了，策略上不是很好。他应该要再往前，譬如说拉到这个地方。那
刚刚灰衣人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有机会可以射到灰衣人哦。好，所以刚刚的战略有一点不是很好。那我们把它移过来。那你的话，你就先在这里监视吧。我们先来重整我们的态势。那接着你到这个，你先到这里，然后你的突击步枪快要没子弹了，所以帮你重新装填。那你一样在这里先监视，然后我们的狙击手也再往前拉到这个地方，应该是安全的。好，那再来看一下哦，应该对，那应该只剩一个光行者了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把我们的支援兵拉过来，拉到这个地方，拉到这个地方应该是安全的吧？好，那一样先监视一回合，监视。那再来是我们先把这个支援兵先拉上来，看一下状况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里是完整的吗？我想要往这个方向走，我们往这个方向走好了。好，然后你这个你也到，你先到这里吧。然后你的话，你到这个，但我有点想要把你部署到这个上面，但我不确定放到这边之后会不会看到光行者。好，我们先，你快没子弹了，先装填吧。剩下的都监视。好，我们先派你先站位好了，你先站到这个地方。好，看起来好像是安全的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进。然后你也往前进。你的话一样在这里监视。监视。好，那你到这里。哦，看起来是没人的。好，那光行者应该在这个门后面啊，现在这边应该是安全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吧。这里应该都安全。那反正你在这里也看不到人，所以你到这个地方好了。好，接着一样先站好位置，你到这里，然后你到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先不要开门，因为开门的话就会触发到光行者，所以我们一样先监视，避免他真的跑出来。监视，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开门，应该会看到光行者。还没有，他还在更里面啊。他还在更里面，那我们就继续往里面走吧。你到这个地方，
按不要开门。然后你的话，你到这个地方一样不要开门。然后我们的狙击手，你可以到这个位置，啊。那一样监视。开门，方行者嘞。The alien flight computer could prove to be extremely useful in our own research. Please take great care in returning it to the base in one piece. 还是没看到光行者，光行者在哪？在这个控制台里吗？不知道他在哪一间。那我们一样继续往前吧。但这样是冲刺哦。那你先到这个地方。然后你的话，那你就一样到这里吧。好，那我们的狙击手好像没什么太好的位置啊。狙击手在这里。好，那接着一样监视。应该在这个控制室里吗？那我们开门，总该看见他了吧？哦，有看见了啊。那在这个地方的话，那就没什么好说啦。我们绕到这里，然后绕到这里看得到他吗？看一下哦，我不确定还是要绕到绕到这个地方，我们的支援兵是没有击杀，我是有一个击杀术啦，但我不太想要破坏控制电脑，我们还是靠我们的分析战术，然后到这边给他贴脸吧，好像也没什么太好的选择。那我们就在这里，然后贴脸给他一发，100%不要跟我讲没中哦。好，那我们这个任务损失了一个SCON 特勤小队队员，但至少有完成任务。我们完成任务，翱翔救世主。看一下有没有人升级。我们的重装兵好像没有重装兵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想办法再培养一个重装兵，我们手上没有任何重装兵，可恶！啊，我们这个士兵阵亡，那我们有一个士兵晋升为下士，太好了。那这个支援兵他可以在敌人移动或开火时进行反应射击，一个是神形太保是。士兵的移动力永久提升3格，我觉得我们好像掩护火力好像不错。好，那我们选择掩护火力来。那接着我们有一位士兵阵亡了，一位士兵重伤，需要11天。我们有新的研究可以进行，然后有回收到物资。好，那我们先去处理我们的物资。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卖的，这个是可以卖的。然后这个也可以卖，那我们就先卖掉。那接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挖掘还在继续挖，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扫描下一个事件，然后到挖完我们的洞为止。有一个外星劫持事件发生了，那看一下我们外星劫持事件。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俄国是支援兵，然后印度是工程师，然后墨西哥是这个200元。那我比较想要科学家，但看起来没有。支援兵，我们已经有支援兵了，工程师，然后这个是200，那200也是有好处啦，我们可以买一些东西，然后工程师的话是之后做卫星会用到，
那200元，等一下看一下。然后我们有几个地方，俄国、印度、墨西哥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战情室。那战情室如果不执行墨西哥、俄国、印度、墨西哥。如果我不执行俄国的话，我这个月卫星好像不够用，因为如果不执行俄国的话，那我们的英国会上升恐慌值2点，所以它会到5点，然后俄国也会到5点，然后印度也会到5点，然后墨西哥也会到5点。但如果我执行俄国的话，那这个大陆的恐慌值不会上升，会上升的只有印度跟墨西哥。好，那印度跟墨西哥上升到5点，我们会有3个卫星可以去发射，让它降低恐慌值。好，那看起来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，我们只能选择俄国吗？我再算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应该会到俄国去执行我们的外星人绑架任务。那这一集的话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